独霸青岛10余年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黑老大。他披着商人的外衣，却做尽丑恶勾当，搅得当地不得安宁。他跟文强抢女人，丝毫没把重庆文二爷放在眼里。他阴狠毒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的恶名甚至传到了国外，引起无数人的恐慌。他常把一句话挂嘴边：在青岛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。还真不是吹的，公安系统里光铁哥们就2位数，110出警车有时绕着他场子转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。今天说的这个狠角色就是山东青岛黑老大聂磊。千禧年的钟声刚刚敲响，重庆的文强，一位在政坛上风生水起的人物，携带着当时的女友著名演员高圆圆，踏上了前往山东青岛的旅程，想寻求一份远离尘嚣的宁静与浪漫。青岛这座海滨城市，以其迷人的风光和独特的韵味，成为了他们度假的不二之选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文强与高圆圆来到了青岛知名的蓝海大酒店，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温馨的夜晚。前台办理入住的手续简单而迅速。正当他们准备转身迈向电梯，前往预定的房间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悄然酝酿。此时，青岛的一把大哥聂磊带着几位随从，恰好也踏入了这家酒店。聂磊，一个在青岛黑白两道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，他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威严。而当他的目光不经意间掠过前台，一眼便认出了那位光彩照人的女星高圆圆。哎呀，这不是女星高圆圆吗？我可喜欢你了。聂磊的话语中带着几分惊喜与轻浮。然而，高圆圆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并未给予任何回应。这份冷遇显然触动了聂磊的自尊，他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悦。当文强拉着高圆圆准备离开时，聂磊终于按捺不住，他大步流星地走到2人面前，指着高圆圆说道：你跟我到沙发那边坐一会儿，咱们聊聊。高圆圆闻言眉头微皱，她不客气地回应道：你是谁呀？怎么那么霸道？不认识你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这番顶撞彻底激怒了聂磊，他一声令下，手下兄弟史殿林立即上前，对着高圆圆就是2个响亮的巴掌。文强见状，连忙上前阻拦，同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：我是重庆文强。然而，在青岛这片土地上，聂磊的名字显然比文强更加响亮，他根本未将文强放在眼里。我是谁？我是青岛聂磊。聂磊的声音在酒店大堂内回荡，带着不容置疑的霸气。文强虽然听说过聂磊的名号，但在心爱的女人面前，他不愿示弱，依旧嚣张地说道：行，你给我等着。随即他拿出手机，给自己的手下兄弟陈明亮等人打去了电话。一场刀光剑影的冲突似乎一触即发。然而这里毕竟不是重庆，文强和他的手下兄弟在青岛的地盘上显然处于劣势。一场激烈的打斗之后，文强和他的团队被结结实实地教育了一番。最终为了平息事态，高圆圆不得不无奈地陪着聂磊吃了一顿饭，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。这也因此得罪了文二爷。当然，正所谓人狂必有祸，聂磊如此狂妄，终究还是为他后来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60年代。1967年，聂磊出生在山东青岛一户职工家庭中，父母都是桃李满园的人民教师，他们为聂磊提供了很不错的物质条件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体面的家庭。不过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父母为聂磊提供了优良的生活环境，但却无法提供与之相应的陪伴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他们选择将聂磊送到乡下爷爷那里去。就这样，聂磊开始了和爷爷相依为命的人生。爷爷和那个时代的老人们一样，对孙辈十分宠爱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隔辈亲。不管聂磊再调皮捣蛋，爷爷都舍不得说一句重话。久而久之，聂磊逐渐养成了小霸王性格。当聂磊适应了和爷爷一起生活的日子后没多久，父母就再次出现，将他接回了城里。不过聂磊也没有产生什么抗拒心理，他以为这是父母终于舍得在工作之余多关注自己了。然而聂磊想错了，回到城里后，父母依旧每天都扑在工作上，并且陆续又给聂磊添了2个小妹妹。母亲本来就是事业狂，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学生身上，剩下为数不多的精力再平分给几个孩子，每个孩子能得到的关注度还能有多少呢？因此，聂磊并没能过上自己想象中的日子，长久得不到关注，使得聂磊的性格开始变得扭曲。他的脾气越来越大，稍有不如意便会欺负身边人，以此来发泄怒火。不过尽管经常和人发生矛盾，但此时的聂磊还没有变成彻头彻尾的坏人，他的心里还是保有几分正常人的是非观的。如果能正确引导，他也未必不会变好。
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聂磊的人生轨迹。那是一个雨后的清晨，聂磊背着书包，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向学校走去。突然，他听到隔壁小巷子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，与之相伴的还有男孩的哭声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聂磊来到巷子口，探头朝里望去。原来是几名当地小混混正在勒索一名男孩，男孩手里只有1块3毛5，是今天一整天的饭钱。小混混要求男孩把钱全部交出来，男孩不肯，于是便有了聂磊眼前这一幕。看到小男孩哭得泪流满面，聂磊忍不住上前帮忙。他对几名小混混说：“给他留5分钱的路费，其他的你们拿走，别为难他了。”聂磊话音刚落，小混混们凶狠的目光一下子就移到了他身上。他们不仅没有听从聂磊的建议，反而一哄而上，将聂磊痛打了一顿，并抢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，随后扬长而去。聂磊从小打架打惯了，也不在意这件事。他将角落里的男孩送到家附近后，就拍拍身上泥土，继续上学去了。但聂磊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行为不仅没有受到表扬，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妄之灾。男孩回家后把当天的遭遇告诉了父母，父母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立即报了警，试图让那2个小混混受到惩罚。不过由于当时还没有普及摄像头，男孩也记不清聂磊的长相，这就导致同样出现在巷子里的聂磊被当成抢劫的小混混给送了进去。见义勇为不仅没有表扬，反而换来了6年惩罚。这件事对聂磊而言无异于飞来横祸。当然，聂磊最终还是获得了清白。2年后，在父母的拼命澄清下，他成功迎来了新的人生。经历了此事的聂磊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恨，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往歪路上走，每天不是和一群狐朋狗友聚在一起喝酒吹牛，就是到处惹是生非，找人打架。看着聂磊日渐堕落的样子，父母心急如焚，他们觉得得给儿子找个正经营生，不能让他再闲下去。于是在一番商量后，父母决定让聂磊去做点小生意。听到父母的安排后，聂磊并没有反对。就这样，在父母的帮助下，他很快就盘下了一处小店面，开始做起了鞋子生意。不得不说，聂磊在经商上确实有天分，鞋店在他的经营下很快就开始盈利。不久后，本钱就被赚回来了。随着生意越来越好，店面规模也被一扩再扩。聂磊也开始了早出晚归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忙碌生活。看着儿子走回了正途，父母十分欣慰，他们觉得儿子总算是懂事了，能独当一面了。他们不知道，现在每天都十分忙碌的聂磊，并不是在为鞋店生意奔波，而是在为自己以后的犯罪人生提前铺路。鞋店生意给聂磊带来了不菲的收入，同时也助长了他的野心。他不再满足于辛苦的店铺经营，而是盯上了一本万利的游戏厅生意。由于和小混混们一起玩过，聂磊明白做这种娱乐生意离不开看场子的人。为此，他开始利用金钱大肆网罗社会闲散人员，组成了一支团伙势力。在组建势力的过程中，聂磊的野心也再次膨胀，他决定自己要做当地地下世界的老大。一股势力的壮大势必会压缩另一股势力的生存空间。为了壮大团伙地盘，聂磊多次指示小弟们和其他势力爆发冲突。为了取胜，聂磊什么手段都敢用。在这般不要命的扩张下，聂磊迅速发展成了当地一霸。与此同时，聂磊的游戏厅也正式开业了。开业当天，聂磊来到店里查看情况，看着每台机器面前都人满为患，聂磊得意极了。巡视完一圈后，他准备离开这里，可就在此时，他发现了2名发传单的年轻人。聂磊走上前，接过年轻人手中的传单，仔细一看，发现上面印的是对门那家游戏厅做活动的消息。聂磊一下就怒了，他指示手下小弟将这2名年轻人带到偏僻地方，狠狠教训了一顿。随后他又带人冲进对门游戏厅，将那家店砸得一片狼藉，甚至有不少顾客来不及离开，也没能逃过他的毒手。发泄完怒火后，聂磊开始处理收尾工作。对门游戏厅被砸，自然要带人来找回场子。为应对他们，聂磊通过特殊手段弄来了一大批武器，将其分发给每一位小弟。最终在决斗中，对面游戏厅看场子的人被打得落荒而逃，聂磊也顺利吞下了对面的生意。至于那2名重伤的年轻人，聂磊的手段就更简单粗暴了。他直接找到年轻人家人，开口表示自己会给每家一套房子作为赔偿，并担负起年轻人全部的医疗费用。相应的，这2家人不准将这件事张扬出去。为了保证年轻人的家人们能同意这种处理结果，聂磊还特意带了一大群人过去。看着聂磊身边凶神恶煞的保镖，家属们知道他们没有第2条路可选，最终这件事儿就这样不了了之。
尝到了金钱开路的甜头后，聂磊便沉溺其中，无法自拔。不久后，聂磊和朋友在一家迪厅娱乐时，有一名姓王的男子不小心进错了房间，打扰了聂磊的兴致。男子并不知道坐在自己面前的是当地地头蛇，他一边道歉一边向门外退去。这原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只要让男子出去就好了。可狂妄的聂磊却不愿放过男子，他竟掏出随身武器，对准王某扣动了扳机。事后，聂磊再次故技重施，提着几十万找到了王家人，告诉他们自己愿意付出几十万元的赔偿金，但是对方不准声张此事。同样的，王家人被聂磊身后的一群人吓破了胆，最终选择同意这个方案。一连2次都这么顺利，这也使得聂磊在当地更加嚣张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仿佛有什么事瞒着自己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聂磊撒出了大把人手跟踪妻子。当小弟带回查询结果后，聂磊鼻子都差点气歪了。原来妻子最近和一位姓朱的男子走得很近，两人关系十分暧昧，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各种场合。嚣张惯了的聂磊哪忍得下这口气，他立即带人找到朱某，对其进行了亲切的问候。看到朱某惧怕的神情，聂磊心中那口恶气才算稍稍缓和了一些。然而不久后，他发现朱某出院后又肆无忌惮地和妻子混在一起，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这一次，聂磊恶向胆边生，他决定要给这个情敌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。为此，聂磊搞来了一瓶硫酸，并派人抓了朱某。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能猜到，这里就不展示了。解决了情敌后，聂磊再次将目光放在了敛财上。为了获取巨额财富，聂磊将游戏厅进行了一番改装。改装后的游戏厅表面看上去像正规场所，背地里却做着让人无法想象的勾当。在聂磊这般疯狂操作下，这个暗藏玄机的游戏厅很快就为他带来了上亿元的收入。钱多了，聂磊的眼光就更高了。之后他又盯上了房地产行业，并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之路。那个时候的房地产还处于刚刚开始发展的阶段，投资回报比例非常高。聂磊看中了这一点，于是便拿出不少钱，准备往房地产里面发展。但有天才地宝的地方必然有凶兽，当地的房地产市场早就被其他势力吞并的差不多了。聂磊想做这行，那等于是从别人手上抢肉，别人怎么会答应呢？聂磊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因此他开始大肆扩张自己的地下势力。不管是游手好闲的无业人士，还是刚刚出来找不到工作的前科人员，只要来投奔，聂磊照单全收。聂磊靠着这股势力，硬生生抢到了一块肥肉，而这桩生意带来的回报更是令聂磊得意万分。此时，聂磊距离当地地下老大之位已经不远了。之后，聂磊又通过相同手段大肆抢夺生意。在这般操作下，他很快便积累了无数的财富。有了钱，聂磊便更加不可一世。有一次，聂磊手下小弟在一家店里惹事，被那家店的经理轰了出来。小弟找到聂磊告状，聂磊认为这经理是不给自己面子，于是便指示手下人去狠狠教训了这位经理，给经理造成了不可逆的终身残疾。某天，一辆公交车临时有事，停在了聂磊游戏厅门口不远处。聂磊认为这会挡了自己的生意，于是便指使手下人将车队队长掳到偏僻地方，进行了别样的招待。像这样横行霸道的事儿，聂磊做的还有很多。如果不是2010年时，他的下属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在不该去的地方，惹出祸端，或许他至今仍能稳坐青岛地下皇帝的位置。事情发生在2010年3月27日凌晨，聂磊的手下高某安排新艺城夜总会的4名女性前往怡中皇冠假日酒店从事陪侍活动，结果与该酒店内的雾之花夜总会保安发生冲突，并爆发斗殴。原本此事应由高某向聂磊汇报，但由于当时联系不上他，团伙骨干任某便擅自做主，召集了20多人携带刀具，在凌晨1点左右赶到雾之花夜总会，大肆打砸，并对服务经理孙某实施长达10余分钟的暴力殴打，导致其身中8刀，当场昏迷。他们没有料到的是，此时正值国际泳联主办的李宁杯国际跳水系列赛在青岛举行，这是继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全运会之后，青岛承办的又一国际 A 级赛事。当地政府高度重视，将参赛的各国运动员统一安排入住5星级的怡中皇冠假日酒店。当聂磊得知消息时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手下竟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闯下了如此大祸。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这件原本看似普通的纠纷，竟然演变成一起国际性事件。他们这一行人的狂妄行径已经传到外国去了。但已经习惯了用金钱开路的聂磊，
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严重。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形象，也引发了上级部门的强烈震怒。此前被掩盖多年的案件旧账也被重新翻出，高层下令必须彻底清除这一社会毒瘤。尽管形势急转直下，但聂磊多年经营的关系网还是发挥了作用。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原副大队长王小青迅速通风报信，并竭尽全力协助其逃离现场。同年6月23日，公安部发布 B 级通缉令，正式对聂磊展开全国通缉。在此期间，王小青还继续为其提供通讯设备，转移藏匿地点，甚至驾车冲撞前来围捕的警车，可谓忠心耿耿。无论怎样逃避，仅仅2个月后，聂磊最终还是落入法网。王小青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上级警觉，最终揭开了聂磊背后的保护网，掀起了青岛警方的一场重大震荡。2012年3月20日，聂磊因涉嫌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，在一审中被判处死刑。对一审判决不满的聂磊等人提出了上诉。2012年8月20日，经过慎重审理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。2013年9月16日，距离执行死刑仅剩1天，聂磊获准与家人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。当他在看守所见到由家人搀扶着坐在轮椅上的母亲时，情绪崩溃，失声痛哭。直到死亡降临，他才开始感到害怕。死亡面前，这个嚣张跋扈的大魔王终于胆怯了。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一夜之间竟抽掉了5盒。次日上午10时许，聂磊被执行注射死刑，终年46岁。这个纵横当地10余年的恶魔，为自己所犯下的罪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人们常说天网恢恢，有时候觉得像圣经故事一样遥远。可在聂磊这里，有些事儿做了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他也后悔，哭也罢，伏法也罢，命运总是有条不紊地清点每一笔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